我跟你讲几次了 ，Crypto 涨的时候不要这样做。哟，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交易随便聊。所以在这个 YouTube channel 这边，我会跟你聊一些别人不会跟你聊的交易知识，让你轻松学习交易。所以记得 subscribe 一下，然后 share 给你的朋友，让他们一起进来学习。这样今天我们请来了这位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Celine， 你来这么？跟你聊天啦，我没有跟你聊。走，我们这个 podcast end 了。OK， 你那一天不是有问我关于 crypto 的东西？现在在这边给你问。最近那个比特币涨到这样，你有什么看法？因为我看到好像很多人问，现在可以再进场吗？我跟你讲几次了 ，crypto 涨的时候不要这样做。没有啦，这个是很多 YouTube 你会看到很多的开头。OK， 可是这个是你帮别人问还是你自己问？我帮别人问的，不是我问的。OK， 别人，这样我回答别人一下啦。OK， 你看 crypto 涨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些新闻啊，他们都会感觉到发财的机会来了，就是暴富的机会来了。可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东西是，在它开始涨之前，他就应该要先去做准备。很多人每次是新闻出来看到，比特币又创新高，然后这个时候才考虑进场。可是它在下跌的时候呢，很多人不敢踏进那个市场，不敢去买那些，就在那边一直讲比特币是骗人的啊 ，crypto 是一个什么泡沫啊这些的。可是这个产品在这个市场上面这么久了，而且你要搞清楚的是，每一个市场都会有它的周期，就好像股票也是有一直在下跌的时候，这样股票是诈骗吗？股票是不是泡沫？不是吗？泡沫是那些人为所制造出来的一些经济很好的假象。crypto 它也是会有，但是它在下跌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做好准备，其实每一次的机会我们有那能力抓住的话，我们都可以咸鱼翻身。可是很多人就是错过那个机会，市场下跌，好像20年前马来西亚的房地产那个时候价钱很便宜，可是你回到现在，你问那些人，如果给他机会回到20年，他们敢不敢买？也是不敢。没有，他们一定讲敢的。怎么？他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会起价了吗？对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知道会起价了。可是如果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回到20年前，不会买的。这样比特币现在我跟你讲，回到去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比特币才几百块，买不买？买。这个是因为你知道了吗？所以你看哦，2017年到2024年，它中间隔了好几年，对吧？可是这几年里面，2021年那时候也是有一次的bull run，我们也是已经看到比特币可以创新高，看到很多其他的 altcoin 也是有潜能可以去到很高的位置。可是21年过后，它回调下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敢进？因为新闻讲是诈骗，泡沫爆了。可是你看，回到2024年，它又开始在涨了。可是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会觉得他们不敢去信这个东西的哦。你给我的话，如果我今天我不相信它，就是 OK， 假设我是外人，我看到你赚钱了，我肯定会要安慰我自己，这个是假的，他是靠幸运赚来的钱，迟早会亏完掉，这种是一种心灵安慰。可是如果你给他机会赚这个钱，他要不要？肯定要，只是他放不下面子。他以前讲过这个是诈骗，或者是讲这个是骗人的，现在你叫他去买，他放不下面子，他甘愿放弃掉那个赚钱的机会，他都一直要面子，你明白吗？很多人是这样，在市场上，就好像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股票这东西，给我先讲啊，这个我没有讲任何人啊，只是我认识很多交易股票的，或者是投资股票的，他们都讲过一句话，就是市场下跌的时候，他就会讲，我是 value investing 吗？只要我还没有 cut 掉，我都还没有亏，永远不会亏。面子问题，他肯定不会承认自己亏钱吗？你问他那股票会不会回到去？就好像以前有一家公司，他因为那个审计的风波，然后已经下市了，没有下文了，全部人就进了。很多时候不只是 crypto， 不管任何市场，我是要跟你们讲，今天你想要在那个市场上面赚钱，你一定要学会了解那个市场，你不可能不明不白的突然赚钱的。就好像你看22年尾，我们就开始一直在我们的 community 那边跟他们讲可以买 crypto， 然后线下课我们也是跟他们讲可以买 crypto， 然后我们甚至把我们有买的那些虚拟货币的，就是那些币种给他们看，我们买什么，投资在什么地方，
全部看到完，可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里面啊？就是很多人也是不相信，因为那时候加密货币一直在下跌。对，他们讲不是 bear market 咩？怎么现在他们叫我们买了，是不是要骗我们的钱噻？真的很多人会这样想，可是这个 所谓的 bear market 或者是市场在下跌的时候，就是最好进场的时候。你今天你要买这架 iPhone， 你是会在它价钱最高的时候买，还是等它价钱如果有机会跌下来，可能跌一个1-2千你才买？跌下来才买。正常人都是这样想法，可是在投资交易里面不是哦。那些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还不知道他要不要上，可是他现在一直在下跌，可能还会继续跌。OK，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靠一些技术分析啊。所以你靠技术分析，你找一个支撑点的价位，就好像 crypto， 我们每次会找的是在 accumulation zone 那边进场。所以这个它不难去了解，可是你一定要去学，你学了你就很容易看得懂了，而不是等到它突破了那个 accumulation zone， 已经在开始往上走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才想，哇，要赶快去学。我记得 Albert Sheng 有跟我讲过可以买，这个时候你才想起我们。Sorry 啊，你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住在套房的那一个人。现在就好像现在的现象全部很 FOMO，buy high sell low， 是吗？真的 FOMO 这个字 FOMO 叫 fear of missing out， 很多人就是怕错失那个机会，可是机会一早就放在你面前，为什么不去拿？投资是一个对我来讲它不难，可是很多时候它就是败给人性。很多人就是怕亏钱啊，或者是怕，可以找出一堆理由啦，就是他在下跌的时候完全不买，只有在上涨的时候看到别人赚，然后自己迫不及待赶快冲进去，然后可能赚到一点点钱了，又觉得哇我还想赚更多，然后最怕是这种跑去借钱啊，还是拿什么 refinance， 拿那个钱出来再进去投资，一次过 all in 进去，这种是很危险的东西。就 all in 这个词对我来讲，在投资的时候你要尽量避免去使用它。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好像 crypto 啊，那天有一个人问我，他问哇 crypto 这样好赚，你讲到这样好赚，是不是可以直接 all in 进去？就你都讲包赚的吗？sorry， 投资没有包赚这种东西啊。我们会在那边推荐我们所买的 coin， 是因为经过我们自己的观察，我们的分析，它的 fundamental 和它的 technical， 它应该在那个区域那边是值得进场的位置，我们就会进场。我们没有讲100%赚，可能有些币种也是亏钱，所以我们不是全部放在一个币种罢了。然后如果那些人好像听我们讲，他们觉得我们很有信心啊，对那个 coin 有信心，他讲这样 all in 啊，你都讲到这样好赚，你如果 all in， 你要选择承担那个后果啊。就连我们是不可能去 all in 的。我们知道它可以赚钱，可是我也不会拿我整副身家放下去。尤其是当你的收入比较高，然后你的 commitment 比较高的时候，你不能这样随便去 all in，你一定要做好你的风险管理。这些每一次我都跟那些很急着要赚钱的人讲，交易可以赚到钱，可是它不是让你马上赚到钱的东西。你在赚到钱之前，你要先做好准备，你要先学好，你不能乱来。因为你急着要赚钱的话，你会做错很多决定。就好像刚才我拿那个 all in 的 example， 你急着要钱，你就把整副身家放在其中一个 coin 那边，如果那个 coin 它没有起，或者是它突然间发生什么事情暴跌的话，你的钱是不是就没有了？所以风险管理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在交易或者是投资里面，你今天没有做好风险管理，你就是那个最大的风险了。可是让你已经投资在加密货币很长一段时间了嘛，你一定是有一套就是 system， 就是你要 hold 到多久你才会去卖掉。像有些人他们就是光丢钱进去投资吧，他不懂几时要放手。就好像我自己有个例子，像在 Ethereum， 我去年年尾我有去就是 invest 在 Ethereum， 就是2200的时候，然后就放着我没有去看它，然后那种今年8月的时候去看它掉回来原点了。对于这一种操作你有什么 comment？ OK， 就我投资的理念是，它今天要涨到差不多我看到的那个 resistance 那边，或者是在我满意的 profit 之前，我都会尽量 hold 着。我会有一个止损点，可能是看那一个 coin 它的原价是多少，我会有一个止损点，可能 20%、30% 那样。只是它还没有到达我止损点之前，我都是会 hold 着。好像你那情况，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嘛，你今天你可能 risk 个1000块，
打个比方啊，你 receive 个1000块，可能你的止损点就是$1000。你赚钱你要确保你是赚超过$2000以上，至少你的 risk reward 是多过1:2的以上的 profit， 你都可以随时去 take profit。但是很多人不会做的东西是怎样？今天你还会问应该在哪里 take profit？ 有些人是幻想，我今天1000块我要变到100千我才满意，然后就一直去 hold 着，抱着一个不切实际的 target 在那边期待它会到那一个位置，这个就很错了。好像很多人不管是交易还是投资，他们都赚过钱，可是就是败给从来没有把他的钱 realize 掉，没有把他 profit realize 掉 ，realize 掉也没有 withdraw 出来，然后想着在里面继续 grow。我跟你讲，钱这种东西就是像他们讲万恶之源，可是万恶之首是什么？贪。他今天赚到钱了，他肯定会贪。每一个人虽然讲哦，我再赚多一个1000我就 withdraw。可是当你真的不小心再多赚那1000的时候，你不可能 withdraw， 更贪，你一定还会想再多一个2000啊，再给你赚到2000，再多一个3000啊，然后一直这样赚上去。我跟你讲，它会放大你的整个欲望，因为你看到那个钱来的容易的时候，你就会做很多幻想，哎，再多一点我可以买什么，再多一点我可以带我家人去做什么，不会拿出来。什么时候会醒来？就是突然间有一天发现到，喂，因为自己的贪，然后做更多错误的操作，亏完的时候才突然醒来了，然后就在那边感到很后悔。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交易或者是投资的时候。所以你的东西是你什么时候要 take profit， 像我刚才跟你讲的，到你满意的 profit 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慢慢卖。好像我在21年我做最错的是，我可能在它上到一个380的时候我就卖到完了，所以它到最后是上到更多，我还有更多盈利的空间。所以经过那一次，我其他的币种我每一次都是慢慢的去 take profit， 可能它上了一个 200%， 我拿一部分的 profit， 可能我 20% 的 position 我会关掉，再上我再关 20% 的 position， 所以就上到我 final target 的时候我就会卖完。可是也要看是什么币种啊。如果是你好像你是 hold Ethereum 啊，或者是 Bitcoin 这些的比较 mainstream 的 coin， 比较大的 coin 啊，你可以 hold 久一点，那个没有问题。可是期间你记得要去 take 那个 profit， 不然你看到的都是 paper gain，你没有真正拥有那个钱。你要记得 withdraw 出来，让它真成为你拥有的那一个钱，而不是在那边你的 exchange 那边所收的一个数字吧。就是现在的这个小不然啦，就那种 mainstream 的 coin 它就涨比较少，这样你会不会来 advise 他们也是来投资在 altcoin、meme coin 这一些？好像有些人就会有一样想法，就是觉得 mainstream 的东西涨到比较少，赚比较慢，对吧？这个观念也要去改了。很多人就是急，会想要去做那种比较投机的事情，就可能去 invest 在比较小或者是那种不知名的平台那边买一个刚刚推出的 coin， 然后期待它会有一天像之前的 Shiba Inu 那样，一段时间里面涨了几千%那样。你要做这种东西是可以，可是你要清楚它的风险在哪里，你的本钱可能随时是归零的。对我来讲，如果你要赚多，肯定 altcoin 它的涨幅会比 Bitcoin 啊 Ethereum 这些更高，所以你可以去选一些不错的 altcoin 去买。可是你当然不要 expect 它可以去到100-200倍这种东西很少发生。而且如果它真的发生的话，它去的也是很快。你看好像今年年头有一个 coin 叫 Pizza 的，那时候很多人一直在疯狂的推荐这个 coin， 然后就讲哇它去到很高。可是你现在到2024年11月，你基本上没有看到人家在讲那个 coin 了，所以很多 coin 是可能会被炒的。当你买这些被炒的 coin， 你就要清楚知道你的风险在哪里。如果它在你风险承受能力以内的话，可以去买。可是如果是超出你能力范围以外的资金，就不建议你去放了。你甘愿放在那些 top 100的 coin 都还 OK。这样近期好像 Donald Trump 最近那个美国大选，他们也是 announce 嘛？你觉得 Donald Trump 被选为总统，对 Bitcoin 还是对 cryptocurrency 这一方面，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impact？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如果他讲的东西他都可以做到的话，
这肯定是对这些 crypto 会有 positive 的 impact， 因为你看好像 Elon Musk 也是跟他合作嘛，像 Elon Musk 之前他也是一直 complain 现在的政府太多的限制了，所以他那时候讲，如果 Donald Trump 当选，这些限制会很大的被移除掉，就是变到更容易去经过他们的审核那一些啦，就整个流程会更 smooth 一点。这个怎样都会影响到这个 market 的，因为好像 Elon Musk 他们也是比较偏向于科技的东西。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 ，SEC 对整个 crypto 市场也是做了很多一些限制，所以如果现在比较开放的话啊，它上涨的可能性是不少的，上涨可能性不少。他还甚至跟 Elon Musk 好像是有一个合作，就是 appoint 他 as one of 那一个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short form 还是 DOG。这样你觉得他对这个 Dogecoin 会不会就是带来一个大幅的很大的一个上涨？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啦，因为上一轮2021年那一次，他也是一直在那边讲这个 Dogecoin。其实它跟 Dogecoin 有什么关联？没有关联，这纯粹就是买 Dogecoin， 然后在那边Twitter一直写 Doge， 然后那时候就涨了很多。然后现在很厉害的一个东西是，他买了 Twitter， 变成现在的 X.com 啊。不过他也是有讲到，他今天用 Doge 他是运用在买 Tesla 那一些罢了。可是很多人看到一个世界首富，一个头号 influencer 在那边跟你讲 Dogecoin 这个东西，他们就去买，对于他恐风是有一点期待嘛，所以就会很大资金冲进去把那个价钱绑高。因为你要知道整个市场啊都是由 supply demand 所组成的，今天 demand 越高的话，可是 supply 没有增加，它的价钱肯定就会上涨。可是你不要 FOMO 啊，没有不要看到人家去做什么Doge Minister 你就要去买，这样又没有，因为我本身也是没有去投 meme coin 这一些，我就是放在 mainstream coin 嘛了。meme coin 啊，这个像我刚才讲，我们没有反对去买 meme coin 啊，不过你买 meme coin 之前，你就是要去好像 review 一下你的 risk appetite， 如果那个是超出你能力范围以外的，就不要去投资了。好，就跟交易一样，很多时候交易他们会听到你今天你要赚钱，你就要用大钱去赚，这句话没有错。可是，在你用大钱去赚之前，你要先确保你有那个技能，而不是随随便便放一笔大钱进去，然后慢慢交易。因为如果你才刚开始学，你的风险管理能力没有很好的话，你的资金很有可能因为你的胡来就被亏完掉了。所以不要做这种事。你今天你要练习，或者是你们今天要买 coin 哈，你可以先用一小笔的资金去了解一下你自己的 risk appetite。你不会一下子 all in 进去，或者是一下子放一大笔钱进去，可是超出你能力范围了。市场下跌的时候，你的心跳很快那一种啊，这个你知道，它超出你能力负荷的范围了。跟交易一样，每一个人肯定是想赚大钱，可是在你赚大钱的前提是，你有没有掌握好那个技能，你有没有掌握好那个知识，你了不了解你的 risk management。要先懂得输小钱先啊。可以这样讲啊，你就是输小钱，你会慢慢 test 吗？可是你今天你那一单你的冒的风险是亏个$2，然后你亏了，你觉得还 OK， 对我情绪上波动不大，你慢慢再加大，变成亏$5、$10。当然你不会每一单都亏的嘛，就你的 SOP 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你去交易的时候总会有赚钱的时候。可是赚钱那些还好，赚钱对我来讲是好的东西，你可以去 review 你为什么赚钱。可是亏钱的时候，你 review 回去啊，你还要看那个亏的 amount 会不会让你觉得紧张。因为很多人是这样，会觉得亏，可能打比方，你一单亏100块，可是今天市场真的下到去差不多接近你的 stop loss 的时候，有些人会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拉掉，因为他们觉得不要动到了。就像刚才我跟你讲股票那个观点，只要还没有 cut loss， 只要还没有止损，我就还没有亏，一拉走。结果他又在下，当他在下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来了，很多人就会直接把 SL remove 掉了，就期待他会上回去。如果有看到这个 video， 然后你觉得是你的，在下面 comment 一下，因为这个不是什么羞耻的事，很多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跳出来跟他们讲，他们也会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他们就会减少去犯这种错误。很多新手在前期就是会犯这种错误，不能接受那个止损，因为那个已经超出他负荷的范围以外了。很多人很奇怪了，
止损一个100块，他觉得很不舒服。可是 floating loss 一个200-300块的时候，他会觉得只要我还没有止损，他有赚钱的机会。这个想法记得改掉啊，跟你 crypto 一样。crypto 在21年那时候，我看到我有些朋友21年的时候大涨的时候，全部从半中间进来，然后有些 coin 他们买在很高点。可是你现在看回去，大多数 coin 跟21年的价钱比起来，他们可能掉了一个90%，他们还 hold 着那 coin。到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啊，你不信你看我们的 comment， 等下有些人会讲啊，是吧？亏了一个90%还 hold 着，因为 crypto 有一个很出名的词叫 HODL。什么意思？这个就是有一个人那时候在他们的有一个那种交流的 website 那一边啊，社群那一边，那个人就只是写一个 typo，但是要写 I'm holding， 然后只是把那个 D 跟 L 倒反一下，就红到现在了。他们脑袋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就好像股票的 value investing 的概念一样。很多人把 value investing 的概念弄错，觉得我一直 hold 住那个股票，我就是在 value investing， 这是错了啊。Value investing 是投资在有价值的股票，那个才叫 value investing。跟 coin 一样，你要 hold 那些有价值的 crypto， 而不是在那些市场很火热的时候突然跳出来的不知名的 coin。这种你 hold 着它，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很多人就抱着这种想法，只要我还没有 cut loss， 我就还没有亏 ，hold 到现在。可是实际上，它掉了90%过后，你的那个本钱也是所剩无几了，你基本上跟没有是差不多一样了。所以不要做这种事，该 cut loss 还是要 cut loss， 因为你今天你 cut loss 的话，你的本钱拿回来，你还有其他的机会是你可以抓住的。所以你投资或者是交易的时候，你不要只 focus 在你的金钱成本，你的机会成本一样很重要。你如果今天你还有本钱，你就还有很多机会。好像以前我们古人讲那一句话，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东西是很对的。可是很多人就一直忘记掉这个东西，甘愿把柴烧完，把整个青山烧到完，就为了那一时爽，真的就错失了很多机会哦。所以你不要做那个韭菜呀。OK， 肯定啊，有Albert在那里敢做这样的事情啊。今天跟你讲了多久？哇，很久了，所以今天就到这边了。那你 wrap up 之前 maybe 你给一个 advice 给那些现在他们没有投资过加密货币，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 hype 他们想要进场，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讲？所以如果在看这个 video 的你看到现在的很火热的加密货币市场，你很想要进场的话，我是劝你要小心一点，你等市场回调的时候再进场，不要在高位进场，这个动作是很危险的。然后最近也是看到很多人一直在讲 margin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 margin 这个东西是很好用，可是你太 FOMO 的时候，它反而可能会让你做错的决定。所以你要用 margin 之前，先学好来。怎样学？关注我的 YouTube channel， 我们会继续教到你这些别人不会跟你讲的金融知识。所以赶快 subscribe、like、share 给你的朋友，让他们知道真正的交易应该有这样的思维。我们下次再见，拜。